究竟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深海巨物，使得猎鱼爱好者的铁蛋不顾危险，潜入30多米深的钻井平台下猎杀此物？而对于身穿简单潜水装备的铁蛋来说，这已经是他潜水的极限深度了。随着潜水深度越发增加，海底鱼群的种类就越多，而鱼儿的体型也就越大。屹立在海底的钻井钢柱，它们表面都依附着无数的蛤蜊与珊瑚，当然还有锈迹斑斑的岁月痕迹。纵横交错的钢柱，无疑是鱼儿觅食与隐秘的理想之地。大大小小的鱼儿不时在铁蛋身边展示着它们优美的泳姿，一点都没有惧怕这位不速之客。成大事不拘小节，铁蛋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始终对这些二流渔获并不感冒。他势必要寻找到理想中的深海巨兽。而就在此时，更深处的地方忽然出现一个巨大的身影，藏匿在树根钢柱之中，这让铁蛋既紧张又激动。他憋住一口气朝目标游去，接着瞄准巨物一发入魂。突如其来的惊吓与疼痛，使得巨物拖着箭矢慌乱而逃，直接绕进钢柱黑暗深处拼命的挣扎。而这时的铁蛋再也憋不住气了，迅速向海面浮了上去，难以掩盖激动的心情叫了出来。等恢复平静之后，立即向同伴叙述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。这条大肥猪也确实够大，在中箭后直接逃进钢柱里掩人耳目，而且还把旁边的大表妹也吓跑了。虽然现在深海巨物已经成功被猎，但摆在铁蛋面前还有一个大难题，那就是如何迅速取回猎物返回渔船。要知道现在潜水的深度已经是铁蛋的极限深度了，如果再拖着巨物上浮，无论是体力和潜水时间肯定跟不上。铁蛋不想夜长梦多，只好回到小船，穿上专业的潜水装备，尝试潜海把巨物捞回来。铁蛋拉弓上膛，再次潜入钻井平台下方。此时队友三炮也闲不住了，拿着鱼枪也下水练练身手。还没等他下潜有多深，一条悠然自得的大笨鱼随即映入眼帘。三炮当然不会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瞄准射击，一条10来斤重的大鱼就得手了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渔业资源确实丰富。铁蛋有了专业的潜水装备之后，很快就潜到了刚才的位置。此时深海的鱼线早就把钢柱缠成了麻花，不过刚才被射中的巨物很显然已经不在此地，铁蛋只能顺着缠绕的鱼线往更深的海域寻找。而此时路过的各种大鱼根本入不了铁蛋的法眼，他一心只想把刚才的那条巨物找到，跟着鱼线绕过了好几根铁柱，终于在下方平台发现了巨物的身影。不过他已经撞得遍体鳞伤，一动不动，就连钢制的箭矢也被他整弯了。可想而知巨物的力量有多大。为了自身安全，同时也防止猎物装死，铁蛋对准大鱼的脑袋，又补上一枪灵魂射击，才敢靠近巨物。这是一条巨型蓝鳍笛鲷鱼，是一种攻击性很强的食肉鱼类，主要以底栖甲壳类和鱼类为食，像蛤蜊、龙虾、螃蟹等大型甲壳类是它的最爱。铁蛋赶紧把鱼线割断，开始尝试把巨型鲷鱼脱离钻井上船。这条巨型蓝鳍笛鲷鱼远看不觉得它有多大，但近距离观看这条巨物确实大得离谱。这种巨型鲷鱼是铁蛋第一次打到，他也没想到这鱼货居然会这么沉重，想要拖上渔船还真不能用蛮力。此时旁边10几斤重的大鱼游过一对比，简直就是差天共地，相去甚远。随着铁蛋的体能逐渐减弱，他只能拖着巨鲷依附着旁边的钢柱，不停地借力往上游，这才能托起他沉重的身体。为了再次确保自身安全，拿起匕首往巨鲷的脑袋捅了几刀。看来巨鲷这次真是死翘翘了。但这条巨物不仅体型大，而且很沉，但总拖着它刚往上浮了一点，很快就没有了力气，只能用右手抓住横梁稍作休息，恢复体力。硕大的大鱼头，锋利的牙齿，仿佛一口就能吞下整只小猪。如此危险的操作，身为摄影师的三炮也只能为他干着急，想潜下去帮忙，但也爱莫能助。休息过后的铁蛋一鼓作气，直接借助钢柱一点一滴的往上移。此时终于可以看清楚这条巨鲷到底有多大，整条蓝鳍笛鲷的腰围都要比铁蛋大上许多，长度目测也在1米以上。这样的巨货有没有惊艳到你们？经过30多分钟的努力，铁蛋很快就浮上水面。在三炮与铁蛋俩人通力合作之下，这条巨型蓝鳍笛鲷鱼终于被弄上了小船。你们猜一下，这条蓝鳍笛鲷鱼到底有多重？它又能卖到多少钱呢？金钱的魔力实在太大。前2天铁蛋在钻井平台下面捕获一条100多斤的巨型蓝鳍笛鲷鱼，刚拿上岸就卖了好几个 W， 这让铁蛋过足了金钱的味道。流连忘返这4个大字不停地在他脑海中响彻不停。于是铁蛋再次来到了钻井平台下，想要打铁趁热，一口气吃成一个大胖子，啥也不说，啥也不唠，赶紧上膛下潜走一遭。不得不说，钻井平台下面的渔业资源好到爆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渔获，简直已经成了鱼群们的后花乐园。像这种狗鲷鱼随处可见，不过这些悠然自得
得的大小鱼儿。对于吃过大茶饭的铁蛋来说，不管他们如何在自己跟前搔首弄姿，反正就是提不起兴致。即便已经近在咫尺、唾手可得，但铁蛋依旧无动于衷，任由鱼儿游向远处。作为捕鱼爱好者的你们，看到这些大家伙心动了吗？随着铁蛋继续向下前行，深海下面的鱼儿更是多如牛毛，随便来几枪灵魂射击也能干翻一大片。不过铁蛋却一条鱼儿都看不上，依旧心心念念前2天那条巨型蓝鳍笛鲷鱼。他继续潜入更深的海底，寻找更大的巨物。随着潜入深度越来越深，鱼群的生活越发欣欣向荣。潜游的过程中，也不乏有一些大鱼从他眼前游过。而此时同伴三炮已经忍无可忍了，看着眼前闪烁不停的白花花银子，怎么可以无动于衷呢？于是瞄准目标，直接发射箭矢，命中目标之后，他立马拖着猎物往海面上浮。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水况，就一头撞在钢柱上。铁蛋本来想提醒同伴，奈何只能在水里咕噜咕噜的作响。还好三炮没什么大问题，随后便浮出了水面。这次他射中的是一条7到8斤重的大鲷鱼。铁蛋和三炮两人也趁着空闲还交流了一番。炮哥直截了当说下面找完了一遍，始终都没找到巨型的猎物。不过蛋总却不愿意相信，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潜了下去。这话是不是有点像赌徒的心态了？正所谓贼不走空，财不外露。如今这么多横财外露眼前，你倒是射呀！但铁蛋就是不射，非要找更大更值钱的，真是一根筋走到黑的人。你们觉得铁蛋是不是傻？这么多的大鱼，多射几条不也一样吗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铁蛋的体力也所剩无几。难道今天要空军回去让三炮看笑话吗？而就在此时，一条相对值钱的石斑鱼进入了他的视线。铁蛋终于按捺不住了，果断射出了今天的第一箭。回收箭矢之后，才发现不过是一条4到5斤重的石斑鱼而已，这完全达不到蛋总所期望的结果。虽然心里十分不爽，不过麻雀再小也是肉呀，正所谓运气不够，条数来凑。铁蛋突然明白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之后，匆匆忙忙放好渔获，利用仅存的体力，再次潜入钻井平台下面寻找目标。海底的景色确实漂亮，鱼儿的种类可以说数不胜数，但即便有很多鱼儿从铁蛋面前游过，心有不甘的他依然没有一条能让蛋总满意。不过这时所带的氧气却发出了警报，氧气不足了，加上自身的体力也快消耗殆尽，万般无奈的铁蛋只好拉弓上膛，就朝眼前这一条倒霉蛋发射出灵魂一箭。疼痛不已的倒霉蛋拖得鱼线呼呼作响，他不断往更深的海域潜逃。而此时铁蛋不慌不忙地回收着鱼线，原来这条倒霉蛋是一条10几斤的大鲳鱼。不得不说这鲳鱼的个头足够大了，但铁蛋的样子却显露出一些嫌弃，与前2天一对比，真是半天云里挂帐子差一大截。如今没体力没氧气，铁蛋与三炮也只能草草收工，打道回府。而这个钻井平台下的丰富渔业资源，想必是铁蛋他们以后经常光顾的宝藏之地。我们期待铁蛋下次的出色表现吧。也许忙碌的日子，朋友的心忽远忽近，但好事一旦不胫而走，知心的朋友却一生难忘。铁蛋的好基友光头哥得知废弃钻井平台下面藏着神秘大宝贝，并且收获了好几个 W， 于是盛情邀约一同前往。钻井平台下面依然渔获满满，但阴森恐怖这一特点始终如一。不过无论此处如何，始终是鱼群们觅食与藏身的欢乐天堂。光头哥看见这番景象，一时间拿着鱼枪都惊呆了。而另一边的长毛哥率先发出了第一箭，被鱼箭贯穿脑袋的小雕依然活力四射，到处逃窜。而刚才还在发呆的光头哥，此时瞄准猎物一击命中。兴奋之余还不忘上孵换器，细看之下，原来这条巨货是一条1米长的海狼。看它的个头，少说也有20到30斤吧，这样大几百块又到手了。接下来铁蛋他们开启了疯狂的收割模式，每一次的射击都预示着超能力的增强。看着这个资源丰富的钻井平台，以后会成为铁蛋他们的发财宝地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